整天时间才撕了1个房间的墙纸，还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房间的墙纸要撕，晚上做梦都在撕墙纸。撕下来一整块，这个不行，再加点水。今天说什么也不想撕墙纸了，我们今天决定清理垃圾，先把小月的垃圾和落叶清理干净。没想到最后我们都被露台的美景给……你干嘛呢？我就把这上面清理一下。我们那儿还有个猫在午睡呢。哎呀，那既然它在睡觉，我们就不要打扰它休息了吧。休息。不停的干活也没啥，但是家徒四壁这事儿不能忍。今天就解决一个基本问题：家具采购。听说有个尾货家具市场，一进门惊了，厨具按斤卖，我们个个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，看什么都稀罕。哇哦，这个电梯可以啊。但是看到价格，基本全死心了。2.1万，这个也好看，这个1400，这圆更多2900。这种尾货确实超过了我们的预算，还是找个二手家具市场吧。毫无收获的一天，4个北漂青年在北京2环租了一套4合院。有个工长朋友就是好，小哥一早就来帮忙给铲墙皮了。这些墙面起皮酥掉的都要铲干净，后续还要刮腻子、上墙布。别的不说，就这工具看着就好用。小哥在屋里忙碌，我们几个在屋外也没闲着。早就看这个门锁上不亏呀。就这么一个小花坛，我以为也就点杂草，没想到就是一个垃圾堆。清理掉这些杂乱的东西，整整用了1上午。整个过程虽然脏乱，但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干净的门厅，大树也有了一个舒服的环境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中午简单吃点饭，下午继续干活。小哥说我们这个桑拿吊顶他看着极其不舒服，要拆了送我们一个简单干净的顶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有了工长小哥的带动，我们干活也更加卖力气了。撕玻璃膜，清理小花池，清理小院墙壁。经过一整天的折腾，原本破旧的小院现在让我们弄得真的是家徒四壁。胡同小院没住成，现在反而拆得七七八八的。今天终于到了可以安装的部分。卧室的这个桑拿吊顶拆除后，要重新安装吊顶，搭架子、切板子、固定、找平之后再刷大白。糊墙刷大白还需要上底胶、找平、刮腻子，腻子干了之后才能刷最后那一层大白。现在天冷了，师傅说估计还要多晾几天。这哪是在收拾房子呀？这妥妥的是在上实战装修课。再等2天，墙面干了之后，就可以真正拥有一个干净的4合院小屋了。这离我们目标的小院容貌不近了一步。这厕所也都全拆了。对呀，我跟你说，人马桶也得换啊，这个马桶太恶心了，必须得换个新的。我看这排风扇也不行，我把排风扇也给删了，都换了吧。话说已经租了将近1个月了。
那辛苦你们了，拜拜。发个红包啊，发个红包。拜拜。我们这个胡同小院最方便的就是院子里有2个厕所，不用怕跑到胡同里去上公共厕所，光这一点就太幸福了。这要赶上闹肚子可受洋鬼。为了让这个卫生间有那么一丝丝青春的活力，我们决定给卫生间做一个风格上的改变，把原来这个冷冰冰的卫生间变成复古小绿风。提前把柜子刷成一个复古灰，还选了这种自粘的壁纸，既快捷，价格又便宜。由于屋子里太冷，这些贴纸都冻碎了，稍有不注意就裂了。上面这种纯色的最好粘了，接下来是这种小方格，需要拼接对花。最后再放上这个小黑柜。这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呀，有点太丑了吧。终于到了我们这个胡同小院进家具的阶段，这次我们专门从网上淘到了那种价格很便宜、很实惠的家具。等我们安装好了，你们来猜猜看，我们这些家具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我也没想到这么大的桌子安装还挺简单，安装好餐桌再来安装这个餐边柜，看着快递挺小的，还以为少发配件了呢，一拆才知道，真是每一块缝隙里都不放过呀。每一个成熟的家具背后都离不开一些小小的失误。这下面这个，对，俺嫂嫂。最后还是请了邻居大哥来给我们帮忙才搞定。这个1.8米的餐桌才800块钱，还有这个餐边柜才200块钱，这不是很划算？在第一步安装床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，长短螺丝用错了，桌腿也安错了。最后没办法，又请了邻居王大哥来帮忙，没想到最后还把人家手弄伤了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可算是把这个奶油小床搞定了。你行不行啊？不行。这是床垫吗？对呀。不是，都这么窄一条，我咋睡呀？这咋躺啊？这个？这是卷包到家的。不。
刚刚这么小的床垫撑开之后，居然有25厘米厚。你看这个床垫里面的材质清晰可见，一看就是那种真材实料的好东西。好喜欢！安装好落地灯，再把4件套铺上，小暖气打开，这屋一下子就暖洋洋了。早点睡吧，已经很晚喽。阿卡巴卡拉卡瓦卡米卡巴卡玛卡巴卡阿巴雅卡米卡阿卡哦。我这个胡同小院的卧室既明亮又宽敞，缺点呢就是太宽敞了，还需要很多的小家具来装扮起来。我在网上看上了一个编织柜，准备买来当床头柜，没想到这么点个小东西居然要1000多块钱。我自己做一个也用不了200呀，找了个铁艺店铺，另做了个铁架子，再买了点棉线，前面几圈都挺好弄，直接这么一圈一圈的缠绕就行了。到了中间那层就有挑战性了，要缠绕出那种层次感。所以要从之前缠绕好的线圈下面掏出来，经过这么一层一层、一圈一圈的缠绕，没想到还把手划破了。疼啊！怎么擦越擦越都出来了？纯手工的我知道为啥这么贵了，就我这个小柜子，给我3000欧都觉得卖便宜了。当然这都不是什么麻烦事儿，最让人头疼的是解开这些缠绕的小线团，烦死了！这都用了6个多小时才把这么个小床头柜弄好。谁要是敢把这个弄上点油点儿，我跟你说，弄死他！看咱这，这脚幼稚，谁下3个脚趾头？迎接新年的第一步，那必然是大扫除呀，拖把、刮水板齐上阵。这屋里的玻璃比外面的玻璃还脏。大家在一起干活的样子，真有一种小时候在学校擦玻璃的感觉。你看这，咱还要什么旧的呀？这跟旧的差不多。玻璃擦干净了，争取把地面擦得一尘不染。这种浅色的地板真是不显脏，其实地面上已经一层灰了。最后再把小院整体的冲洗一下，现在的小院就可以迎接它的新年新装啦。大红灯笼来啦！太小了吧？怎么这么小？你不说我以为是个苹果。为了迎接新年，我们要把小院装扮成这样、这样和这样，买了很多红灯笼，准备挂满整个房顶。但是我尺寸买错了，太小了吧？怎么这么小？我以为是这么大的。挂在屋顶就像个小苹果似的，跟我想要的效果差的太多了。赶紧又跑到市场采购了一批，红咚咚的，真的是太热闹了。换上大灯笼之后，这喜庆的感觉立马上来了。不过大家要忽略我们这个布满落叶和灰尘的屋顶，天太冷了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清理，有点水就冻住了。对联在这么一天，欢迎来参观我们这个充满新年氛围的小院。我花200块做了个沙发，这是我们胡同小院的客厅，一个简单的3人沙发，一张发热地垫。哦，你真的好棒啊！4个人，你给我买个3人沙发。看上了这款沙发，居然要2000多块钱。我没有钱。我决定自己做个沙发，来看一下效果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教程，准备4块海绵。纯棉白坯布、科技布各4米，珍珠棉10斤，拉链2条。根据海绵的尺寸和厚度，把白坯布和科技布都裁剪成如图的形状和大小，再把它们缝合成沙发布袋的形状。不是吧？21世纪了，你还用针缝啊？为什么？缝合成一个沙发布袋的形状后，就可以把海绵塞进去。空余的地方可以塞一些珍珠棉来填充。封边完成内里的制作，外套的制作就按照内里制作相同的方式把它们缝合起来，最后把内胆使劲装进去。觉得矮的话，就可以加2个垫子叠加起来做。来客人了，人多了就可以分开做，2个拼接起来还可以当单人床使用。
后小姐妹还是找来了外援帮我完成小心愿。你别说用投影仪来打底这个方法看着真不错，就看着小姐姐这么一番操作，大概能猜出来要画的是什么了。底稿完成了，接下来准备上颜色。一个假动作，刷墙这事儿我的小姐妹干的还是不错的，上色还需要一些耐心。会画画的人真厉害。咱的壁画的雏形基本完成，接下来处理细节，来看看小姐妹的画工。节目太粗了，什么？我觉得这一片失败了，自己来吧。第一次租这么大的房子，房间也是空落落的。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个房间填满。看上了这种最近很火的月球灯，居然要1000多块钱。从网上搜了搜教程，七七八八拼凑起来才花了150。先稀释一些白乳胶，再把抽纸逐个的撕开，给灯罩上刷一层乳胶，覆盖纸巾。这个灯罩呢，它原本是路灯的灯罩。估计自己也没想到，有一天会变成月球。这么反复的刷胶盖纸，刷胶盖纸，几乎看不出什么透明度之后，就可以完工了。这种凹凹凸凸的样子，现在有了一种月球表面的感觉。哇！再经过1夜的彻底晾干，我们这个胡同小院有一个重要的房间，将近半年了，一直都没有正式启用，就是因为太脏了。这个地儿我1分钟都不想多待。不是我们懒，是这个脏的程度我都无法下手清理。紧挨着这个厨房的呢，还有个大卫生间啊，对，这个厨房挨着卫生间的格局，我当时也是惊呆了，同样也是脏乱不堪。朋友推荐我们不如直接找个保洁来清理，既省心又省事儿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墙花的是真值，顽固的油污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就连损坏的下水道、卫生间的灯，热心的师傅顺手全给我们维修了。第一次发现这男保洁员真不错，干的活又干净，还能给维修。经历了将近7个小时的彻底清理，来看看现在的效果吧。就这样，我们从清洗屋顶改为拆屋顶，但是从哪儿拆真是犯了难。先拿锯子开了一个小口，顺手一推，竟然撕开了。我的妈！扒开一个小洞之后，发现外面的天空实在是太好看了，一鼓作气赶紧拆。顶棚还有螺丝固定，这个顶安的是真结实。可能是我们干活的声音太大了，隔壁王大哥也过来帮忙，忙活了1下午才拆了2/5，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第2天继续拆。别说这个活干的确实是累，一不小心还受伤了，但是这个活特别的上瘾，就想着把它全拆干净了。耗时2天，我们这个小院终于看到了干净的天空，但是现在院子的地上真的是一片狼藉。上面再架一个屋脊，四周钉上板子来防风，外面用了之前做沙发的布罩上，还剩了一些做门帘剩下的布，想搞一个中式宫廷的小猫窝。做好之后抬到2楼露台，这个怎么越看越瘆人呢？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！赶紧撕掉了门帘，重新调整了一下，用这个卡片模板喷上一些小装饰，这样看着就有一些绿意盎然的感觉。现在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你们说小猫咪能归来住吗？被无数网友吐槽的脏屋顶，耗时2天，终于清理干净了。就是这个地面让我们搞得一片狼藉。今天清理一下小院的垃圾，扔垃圾的时候，胡同里的师傅也过来帮忙了。看着一地的垃圾，现在对于我来说都是小活，可是这小石子上的垃圾就不那么好清理了。这也扫不干净呀。于是我们又萌生了一个无比折腾的想法，再把原来撤掉的小青砖再一块一块的铺回去。当初铺石子儿有多爽，现在就有多累，耗时1整天，这小石子儿就这么一块一块、一袋一袋的清理出来了，真的是太累了。距离完工还有1半。来啦！对，真能瞎折腾快进来！这个画面真的是似曾相识，当初就是这几个人把砖搬走的，今天又来一块一块的搬回来了。相比较清理石子儿、拆顶棚、铺砖，真的就是小活。加
这是个大活，我无法做到，我只能在旁边助阵。小院的基础设施已经完工，接下来就准备迎接温馨的夏日小院吧。我们真的是太心急了，在我们把小院收拾利索之后，就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小院的夏日景象。于是采购了一些仿真树叶，打算缠绕在小院的架子上。原本以为这是个大工程，没想到大家分工合作，分分钟搞定。最后再缠绕上一些小串灯，这样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都是美美的温馨小院。全部都布置好之后，还想增加一些庭院的绿植。实在是太美了，我们决定也尝试做一下。先用皱皱纸裁剪出荷叶，再用铁丝把每一片荷叶用胶枪粘住固定。没想到这个还是很好上手操作的，只要细心一些就行。现在的这个小院真的是太好看了。我们这800块钱的餐桌买的特别值，除了平时吃饭，还做手工当书桌，属于我们这个小院利用率最高的一件家具了。最近我们采购了一大批物资，准备把这个破旧的小库房改造成一个小书房，给我们的活动空间扩大1倍。第一步就是把这间屋子清理干净，这东西属实是有点多，真没想到不到半年我们弄了这么多杂物。顺手再清理一下窗户口的落叶，没想到窗户口的落叶还挺多，直接上房清理方便点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直接变成了一个大工程。虽然是隔壁邻居家的房顶，但是落叶都基本堆积在我们的窗户口，随便清理一下就搞了一大袋垃圾。今天风太大了，只能简单的清理一下。接下来就是搞这个发霉的墙壁，有了之前处理客厅壁纸的经验，这次我们清理墙面的壁纸只用了15分钟就全部搞定。看着这发霉的墙壁，我们却犯了难。找施工队可以直接解决，但是价格太高了，因为有霉，直接贴自粘的壁纸有点贴不上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我们要把这个破旧的库房从这样改造成这样的书房。昨天耗时一整天，我们把这个凌乱的房间清理干净了，还清理了一些堆积在我们窗户口邻居家房顶的落叶。结果今天邻居家就刚好要拆顶装修了。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一下墙壁发霉的问题。有网友说可以试试防霉防潮的漆，自己上手刷价格也不高，去建材城挑选一下漆。这家看着挺专业，店员说这种漆可以抗污防霉，但是发霉的墙壁还是要铲干净再刮腻子才能刷漆。这么操作下来，感觉价格不菲呀。我们预算也不够，就直接上墙粉刷试试，没想到还真盖住了。趁着墙面彻底晾干的功夫，我们把椅子和桌子组装一下，还搞了一块白板，平时写画画的挺方便。现在书房的基础改造已经完成了，这么看来我们这个快速改造好的书房是不是还行呢？这是我们4个北漂在北京2环租的一套4合院。这个800块钱的餐桌，那个200块钱的餐边柜，还有一个迷你的缝纫机，是你们经常在视频里面问起来的。这个餐桌是1.8米乘80的，安装超级简单。这个桌子腿和这个桌子面直接用螺丝固定就行。和它一起搭配的呢，还有一个长条凳。凳子我不推荐，这凳子400块钱，而且没靠背儿，我每次在这坐着我都可累了。2把椅子是后来搭配的，整体呢就很适合原木风的家里摆放，就可能是价格过于便宜了，表面使用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划痕。像这里，你往那边点。这里就是之前我们做手工的时候弄的，但是整体使用下来感觉还不错，也没有味道，很适合租房的小伙伴。餐边柜就更便宜了，200多点，不过它的板材没有那么厚实，是竹子材质的，但是也很对得起这个价格了。有了这个缝纫机确实帮了我们很多忙，像这门帘、沙发还有那个猫窝都有它的功劳，但是我并不是很推荐，也是因为太便宜了，总是出故障。比如这里啊就会吊不上劲儿，有的时候下面还会缠上线。自己用的话还是建议买一个价格高一些的，使用感受会好一些。最近玫瑰花特别火，有瀑布玫瑰花、室内玫瑰花，还有卫生纸玫瑰花。咱这个小院怎么也得凑个热闹呀，前2个一时半会儿真整不了，但这卫生纸的我们可以。肯定又有人要吐槽我们了。看着简单的很呀，果然是眼睛学会了，手没学会。好在找到了一个有手就会的版本，拿着一个小棉签来点胶固定一下，接下来就开始不停的卷，按照心目中玫瑰花的样子卷，想象一下玫瑰花的样子继续卷，就这样一颗洁白无瑕的玫瑰花就做好了。
多少给玫瑰花化个妆，有点那味儿了。做这些花看着简单，算了算，一共用了5个小时，5个在固定的画框里。一幅立体玫瑰花装饰画搞定。自从我们把前院这个脏乎乎的顶棚拆掉之后，我们这个胡同小院的整体居住感立马提升了一大截，房间的光线变好了，空气也变好了，邻居看到我们这个小院都称赞我们这个活干的也是值了。拆个顶棚这么香，我们也想把后院的顶棚也拆掉。原本这个顶就有一些漏雨，并且有一边已经塌了。这次我们找来了在胡同收废品的大爷，他给我们免费全拆干净，拆下来的铁架子免费给他，这算不算互惠互利？因为这个架子本来就有一些不稳，大爷说我们没干过这些，不让我们帮忙，咱今天也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当个监工了。大爷拿的这个工具有点似曾相识，之前拆屋里地脚线、拆顶子用的也是他呀，看来这是个拆家小帮手啊。我们之前还觉得用手电钻已经是很好拆卸了，但大爷这个拆家小工具3下2下就把这个塑料板子从螺丝上别下来了，也就用了半个小时，第一块塑料板成功拆掉。这现在看看上面多敞亮，紧接着再来拆第2块顶棚，由于空隙太小，要想把这块塑料板取下来，还得用电锯把架子锯开，这火星四溅的，看着有点像打点花的表演。正巧这个时候来了平时来院里玩的小猫咪，还带着他的小伙伴一起来玩了。不过抱歉呀，这个小房顶没有了，不能在这里跳着玩了。第2块板也成功拆掉。接下来就是拆这些铁架子了，我以为本来也塌了，还挺好拆的，可实际上还得用电锯一点一点的把大块的铁架单独锯开。和大爷聊天的过程中才知道，他已经60岁了，真的是一点都没看出来。别说60岁，就是我这20郎当岁的也干不了这活啊！2个多小时之后，这个网格状的铁架子就彻底拆除了。现在看着这真的很舒服呀，那后院立马就显得宽敞明亮了。上周我们把后院顶棚拆掉之后，偷铁的事，一屋子的鹅。现在后院留下了一地的落叶，这春天扫落叶的景象也只有在咱这个小院能感受到了。也就这么七扫八扫的，落叶装满了一大袋子，顺手也把树坑里的大白石头清理了一下。主要是这里总是散发着阵阵臭味，专门跑到社区借了一把铁锹，社区大姐还夸我这个防尘服穿着干活真不错。结果很多网友还吐槽我们臭讲究。我太难了，用了半天时间把这石子都铲干净了，虽然还没想好怎么装饰，但是感觉大树会舒服很多，也没有奇怪的味道了。就是这几包清理出来的大石子没想好怎么处理。小姐妹说这墙面也太脏了，之前刷外墙的时候还剩了很多外墙漆，调好颜色后直接开刷。弟子科技也很活啊。整个过程很治愈，但就是有几个区域不上色，咱也不知道为啥。现在后院对比之前不仅宽敞明亮了很多，而且整体感觉也很舒服，没有了那种闷闷臭臭的味道。下周就把这里装饰起来，争取搞个网红打卡地。我们4个北漂在北京租下一套月租金18000的四合院，有网友留言说，居然花18000租这么个四合院，这哪是北漂呀，这都是富二代吧？其实1厅的18000却挺像那种传统的大杂院，前后有2个院子，北
还带一个2层的写的一塌糊涂，并且还带前后2个位数。如在好久好久，对镜子涂下的这个小样也是回暖后亲爱的快乐生活。上周我们把后院的顶棚拆了个干干净净，墙面也粉刷的干干净净。现在这个墙面看着就光秃秃的。今天准备在粉刷干净的墙面上搞一个网红花墙，我都不敢相信这个是仿真花，做的也太逼真了吧！不用手触摸，还真以为是真花呢。原计划呢是在墙上钉几个钉子，花束呢5个扎一捆，5个扎一捆，逐个的挂上去。这样的话，预计最多1个小时就可以完工。但实际上这个计划失败了，不是墙面钉子打不进去，就是这样摆放花不够。1个小时后，墙面还是那个白墙。第2个计划启动，把花一支一支的绑好，固定在1根线上，再整体的挂到墙上。这个就是有点耗费时间。就在我们一支一支的缠上花的时候，咱就灵机一动，这个是仿真花啊，枝干是铁丝呀，我稍微弯一下枝干不就行了？再一个一个的挂到线上，这样既便捷，还可以随时调整间距。于是我们就有了第3个计划。白忙活了一上午。他开着邻居家的Toyota，追着日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的去过进攻演出的人。8支逐个挂好之后，还缺少一点点点缀，用电脑制作一个同比例的效果图，把字打出来。为了节省预算呢，咱就手工雕刻个镂空字，最后再踏到墙面上。哎，刚好。北京的天气渐渐暖和了，咱这个棉门帘就正式下岗了。紧接着就露出来咱这个小院最煞风景的破门，四处漏风不说，还总是开不开。无意间在房顶发现了2块破门板，看样子应该是原来这个位置的门。这门看着比现在这个门可好看多了呀！我们决定把这个门翻新一下，重新安装回去。第一步，我们几个就琢磨了半天，研究着怎么把这个门上的玻璃取下来，最后才发现是用门框把玻璃固定起来了。这个玻璃可真是饱经沧桑。玻璃清洗干净之后，准备开始打磨门框，把原来的漆打磨掉，再刷一层新的漆。这是我们第1次正式用角磨机，不真正上手不知道，这小机器劲儿可真大，普通女生的力气根本压不住它。最后还得是靠咱的重脑力。打磨的时候才发现，这次这个门应该算是第3次翻新了，能看出之前已经刷过1层漆。2块门板全部打磨完成了，咱这个小后院也满是木屑，用高压水枪整体喷一喷。现在看着还是把顶拆了好，有点灰尘脏了都可以直接冲洗打扫。这要是有顶棚，清理起来可费劲儿了。清理好的门板放在前面院子晾干，明天开始刷漆。哦，楠姐啊，咱垫木地板了。这活现在干的是越来越复杂，原来的门也不合适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今天是我们拯救破门的第2天，本以为刷个油漆再重新安装上的事儿，由于我们之前装修铺了地板，整体垫高了一些，现在门不合适了，大概率得先锯门了。但是我们先刷了漆。谁会跟一个傻子较劲？门板刷好之后，咱就开始锯门，可真的是好难啊！用手锯进度太慢了，用锤子凿也特别费劲。最后又找来了邻居王大哥来帮忙，这个门都冒烟了。院子里锯门的同时，屋里把之前的破门和门框上的木条也拆下来了。第1扇门打磨好之后，安装上玻璃和荷叶，终于到了安装门的环节。画点
不得把这一条拆了呀，还是这样的。门框上面那根木条也得拆了，这个活干的真的是太复杂了。第一扇门终于能安装进去了，这里想过能安个门儿。紧接着打磨第二扇门。你们关不上了是吗？没摸过，下面还在磨磨。第一次关门失败，第二次关门。这个再往后挪挪，再往后挪挪。调整荷叶进行第三次尝试。第三次关门。还差点儿。那个咱能继续给门瘦身，拆掉门上的木条。这第四次关门了，第四次关门。失败。这个门应该是在屋顶风吹日晒的都变形了，还需要继续调整和门框适配。老狼听手机呀。第五次关门。这个门来的是真不容易，但比之前那个破门可好看多了，付出的辛苦也值得了。看看我们院这位小伙子又闲不住了，非要将这节断了的树枝搞一个艺术创作。这年轻人，我大艺术家呀！这么快就过红了，好可爱。对于这个大树枝子，在我眼里除了砍成柴，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作用。但他说要做成这样。但是真的面对这个大树枝的时候，却有些无从下手。玩呀！我们想把底部锯得平平整整的，这样就好立在那里。但是昨天刚刚锯完一层门板，都已经冒烟了。但面对这个大树枝，真有些力不从心。这谁能整得了啊？拿斧子吧，一下劈下来了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尝试后，发现这树枝不用锯平也能立住，咱也不是那专业的人，就不费那专业的事儿了。接下来就把上面斑驳的树皮撕掉，用麻绳稍微装饰一下，缠绕在树枝上，对上面多出来的枝丫打个孔，用闲置的灯拆解一下，把灯泡和灯线重新利用。不过这么一番操作下来，多少有些突兀。再拿出之前制作的小摆件，咱就是说，基本都是闲置，这么拼拼凑凑的，最终感觉还可以。你们觉得呢？谁会不向往拥有一个露台小院呢？这是我们4个北漂在北京2环租的胡同小院，天气渐渐暖和了，我们想把这闲置了大半年的露台好好收拾一下。第一步，先把地面和栏杆刷上新的木蜡油，刷油之前得先打磨一下，其实是应该用角磨机来打磨的，但是之前改门的时候看到用角磨机实在是太吓人了，默默的放弃改用手磨，可能不会打磨的那么深，但最起码安全不是。不过也是真的累呀，手腕和手指磨的都没力气了，甚至手套都磨破了。我带了个新的，磨了个洞。还有一半的地面没弄呢，这得磨到啥时候？那就浅浅的尝试一下，用角磨机磨吧。放心大胆加油磨。用机器确实快，但心里是真的紧张。趁着天还亮着，抓紧把木蜡油刷好，等明天地干了还有大活呢。之前刷漆都是水性漆，味道不算是很大，但这次是油性漆，太上头了，越靠近味道越刺鼻。干净的露台真的不是能随便拥有的。但是我有个疑问，是这个地面露台太年久了，还是我们打磨的力度不够？怎么刷上木蜡油都黑乎乎的？
就这么不足4平米的小露台，弄得我脚都发麻了，站起来的那一刻眼前发黑。我的腿已不是我的腿。木蜡油一滴不剩的刚好刷完，现在就等着木蜡油干了，再用房顶剩下的竹排搞点大动作。我们要把这个破旧的小露台变成向往的小露台。晾了一整夜，木蜡油干了。大家说这个地面我们没有打磨到位，但是已经刷上木蜡油了，会比之前看着干净一些。我们自己还算满意了，能干干净净的就行。还有一直放在房顶闲置的竹排，一卷一卷的，也不知道之前是做什么用的。恰好我们觉得这个露台没有什么私密性，直接就能看到人家的窗户。如果说晚上这里开个灯，也许还会影响到邻居。我们就想着把这些竹排固定在这一面栏杆上，看着这契合的尺寸，估计以前这个竹排就是这么用的吧。感觉固定还是很方便的。翻找出了之前忘记做什么剩下的宝贵软铁丝。上楼的时候还遇到一只大胆子的猫，我们离它这么近，它都没有跑，悠哉悠哉的。实际绕铁丝的时候有点不太好从后面绕，刚准备翻到栏杆外面，小姐妹就卡住了，结果咱这一个大迈腿轻松翻过，里外配合一整面大竹排就固定好了。还剩一点仅剩的软铁丝，刚刚好用完，多1厘米有点多，少1厘米有点固定不上。顺手再把这看着奇奇怪怪的木条拆下来，凸出来一块，好奇怪呀！给这个竹排整体刷洗一下，最后来个点睛之笔。他为啥不是给安好的？好好的买了个灯带，结果还要自己接线，人生第一次啊！接线的过程全凭着网上各种短视频教程，至于能不能成功接成，会不会短路，我内心也很紧张啊！别紧张，哇！上了，好厉害呀！我们居然真的成功了！接下来固定灯带，来看看效果吧。还有这新梯子，我把这个旧梯子扔了，别呀！跳公园能不败家吗？这把装修时留下来的梯子，每次用的时候都心惊胆战的，但是这大半年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今天咱买了一个新梯子，要和这个旧梯子说再见了。不过确实有些不舍，放着呢又有点碍事儿，那就让它换一个新的方式，继续发光发热，把梯子上多余的线和杂物清理干净，再用砂纸整体的打磨一下，翻找出颜料，调配出一个亮丽的颜色，放在小院儿绝对很吸引人。本来都挺顺利的，结果天公不作美，慢慢的开始掉雨点了。还好我们准备了天幕，直接固定在架子上，夹着雨在院子里也完全不影响咱干活。本来是想用麻绳缠绕出一个平面的，这样梯子之间的空隙就有了一个置物架的功能。但实际操作后发现，买的麻绳太细了，缠绕麻烦不说，梯子之间的线还拉不直，还是老老实实的锯木板吧。现在这个梯子真的是太亮眼了，又把院子里的小盆花花栽好，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上周我们用破旧的梯子做了一个小花置物架，还剩了一些木板材料，准备做一个小院指示牌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裁剪好木板，搭出一个房子的样子，再做一个小屋檐，切一块长木条当支撑杆，原本有点太宽了，看着有点愣，稍微细一些的看着更协调，就是我们这个切木条的方式有一些粗暴。木板全部都固定好了，再给他们穿一件新衣，结合了上次的撞色楼梯，这次我们也要搞一个撞色的搭配，这样看着才有夏日的感觉。指示牌都刷好了，分别给前面小院这几个屋起了名字：小饭桌、快乐窝、小黑屋。
我们要把这间卧室装进客厅里。在小院住的时间久了，才发现我们在最初的格局设计上有不合理的地方，浪费了一个采光很好的房间。于是我们准备把这间现有的卧室改装到目前的客厅区域。为了更加美观，我们要把卧室的这个区域做成洞穴感，先把这部分的物品腾空，测量好距离，再采买一些物料，并且找了木工大哥来帮忙，主要就是这个曲线锯，看着人家使用行云流水，但实际操作可不那么简单。师傅说他刚开始学这个曲线锯的时候，都把鞋锯开了，差点锯到脚。这专业的事儿还是留给专业的人吧。咱改造就是保证一个安全第一。切割好框架木条后，刷一些乳胶，用气钉固定，结果却被师傅这个气钉种草。换上钉子头就可以钉木板，换上分头就可以吹灰。师傅每锯完木头身上有灰了就吹一吹，尝试了一下，真的不错啊！厮纱窗、窗户缝隙都可以吹得干干净净，真的适合居家做清洁。框架部分的一些接缝处有空洞的地方，就可以打一些发泡胶来填充，再用石膏板来搭建圆弧部分，测量好所需的圆弧半径，根据半径裁一根木条画出圆弧，这么一个洞穴圆弧就做出来了。准备好水平仪，气钉固定圆弧，最后根据框架中间的宽度裁剪几根木条，每间隔5厘米画格子，在保证切开不切断的情况下，用曲线锯沿着所画的格子切开，这样一根笔直的木条就变得柔软有弧度了。涂抹一些乳胶固定上去就好。同样，外面一层石膏板也是在画线后切开不切断，然后固定在框架上。洞穴卧室的主体框架就这么完成了，明天开始刷腻子。上周我们把客厅的区域搭建出一个洞穴感，今天就到了我们发光发热的时刻了，糊腻子。按说这么专业的活怎么没叫师傅来帮忙？师傅一天工钱贵呀，大活都让师傅干了，就这点小活咱还是能干的，无非就是慢点，能省则省。就这手法还是之前客厅刮腻子的时候看师傅这么操作过，看着就像给蛋糕抹奶油似的，但实际操作的整个过程远远比我想象的复杂且麻烦多了。不是腻子不听话，就是手不听话，反正咱也是第一次干，慢工出粗活，整整一天咱就是处于一个和腻子、涂腻子、再和腻子、涂腻子的一个状态。整体刮完腻子后等待晾干，明天还要刷漆打磨。晾一整块，哎呦，救命！以为戴上护目镜能好点，没看太清了，眼镜上全是腻子粉，纯靠一双手从白天磨到黑夜，再从黑夜磨到白天。整体打磨后开始刷漆。咱这个洞穴感的卧室区域就搞定了，就是这地上一片狼藉。接下来就是一个无脑搬运，对于我们这2个女生来说，无疑是拼尽全力，在这个院子里真的是干过的没干过的活全干了。家具都安装好之后，来看看整体的效果吧。这次的空间改造要比之前的布局看着舒服了很多，也截止目前，小院的硬件装修全部完工。接下来闲不住的我们将制作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小东西。为什么能有人这么爱吃爆米花？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，送给小姐妹一个巨型爆米花。说干就干，搞了一张大纸板，根据比例画出爆米花孔。弄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要做咱就做个最用心的。于是我们几乎从织布开始，先组装一个框架，木框准备好之后，再绷上网格布。但是绷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意外，我感觉绷这个也是个技术活呢，我绷不住啊，它老黑了。这尖儿也能出来，它这个尖儿的朝向就不对，这条好像钉反了。人家有箭头呢，这个框子是有讲究的，上面的钉子方向和箭头都在提醒我们，它们各自应该朝的方向，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注意，结果就是网格布根本封不上劲儿，怎么安装的怎么拆了重新安装，1个小时后进度为0，重新安装好木框。哎，你这收的，这下又发现我们少买了2个固定在桌子上的夹子，不过也不影响使用，用纸板在网格布上画出所需要的形状。咱利用这个高科技开始突突了，刚开始有些不熟练，可以说是很不熟练。到了下午不见着的感觉，于是咱就开始疯狂突突，第2天手腕直接干废了，贴上膏药继续突突。咱就是说我这个小姐妹怎么这么有福，能收到这样的礼遇，就这么从早到晚的涂，终于把布全部都涂好了，把这几块大布都缝合起来。弄这个弄2天，快累死了。在做最重要的爆米花，这也没什么特定的形状，就随意的缝，再填充一些棉花。不过现在做好了，有点像小冰朵，喷点颜色，增加一些焦糖感。箱子内还用白布制作了一个内衬，这样无论是从外面还是里面，看着都整整齐齐的。最后再用推子修剪一下多余的杂毛，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啦啦啦！你不喜欢吗？
前2天这女的把卫生间从牛油果绿换成了地中海蓝，用了2天卫生间她都没觉得不对劲。在网友的提示下，她终于发现了卫生间没有镜子，也不知道她看哪个博主做了一个什么深渊花海镜，哪儿来的大纸板子就往桌上铺，连镜面都买好了。她可真是诸葛亮爬高楼，万事俱备。按照镜子的大小画好线，看她裁剪是真费劲了，画了线都歪七扭八的，这要不画线还不得裁个七仙女面。这胶打得跟闹着玩儿似的，怎么越看越像画王八壳的？这镜面就这么放上去了，这要是能粘得住，我把我的火眼金睛扣出来，什么情况？他竟然弄了一圈固定住，我真是小看他了。真香啊！真香啊！又是灯带，又是灯带，我就问问你们女孩子都这么喜欢灯带吗？我的天呐，真的有深渊的感觉。实验成功，再接着打胶，还天天拍他干活儿是真累啊！把我们之前装饰小院后墙的花儿拆了下，洗吧洗吧还能用。收拾完花儿就给它塞进去，整整齐齐的码放好，终于可以盖上镜子，再铺上一圈大黄花。齐活了，齐活了！来，先看下效果，就说好不好看吧。上墙看效果的家人们，还要自己对着镜子来特写。这是不开灯的盛世美颜，这是开灯的花容月貌。怎么样，家人们，是不是很哇塞？现在有轮胎吧？您别说，还真有。说实话，我真不知道他从哪儿囤回来一个这么大的轮胎。这洗轮胎的活儿肯定得我来了。洗完晾干之后，给轮胎打胶，安上底座。再打孔，安上4个腿。千万别忘了贴上防滑垫，然后需要2个大力士翻过来，轮胎茶几的雏形就出来了。接下来就上麻绳，一圈一圈盘它就完了。能不能不看了？能不能干点活？和我们卧龙凤雏2人之力，花了老半天才给它盘完。为了省钱，我室友买了干的不能再干的干花，干花不够，藤条来凑。当然还少不了最爱的灯带。最后玻璃上盖，一个轮胎花海茶几就做好了。你们说茶几跟室友哪个更好看呢？因为我们几乎一整天都会待在这个工作室，所以我们把客厅的沙发也搬了过来，然后把办公桌挪到了读书角的位置，大件都不缺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做一个落地灯练练手。我们花了几十块钱从网上淘了一些落地灯的零部件，万事开头难啊！因为是从不同的店铺淘回来的，所以大小尺寸都对不上。这个灯座孔太小了，但是灯带又太粗，穿不过去。但这难不倒我们。这不就成了吗？简简单单啊！接下来做灯罩，这个扭蛋比我头都大，有8个应该够用了。但是蛋壳没有孔，问题不大，拿角磨机给它脑壳开个洞。啊，简简单单。开完洞以后，慢慢上颜色。蓝色、橘色本身饱和度比较高，刷2遍就够了。粉色、绿色吧比较浅，刷了3遍才有效果。放了几个小时，等颜料干透之后，就可以穿到灯杆上了。最后给他们赏个脸，一个多巴胺风格的落地灯就搞定了，一共才花了不到100块，是不是特别好看啊？简简单单。